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全面盘点一下反伤招式。首先科普一下什么是反伤招式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，就是你使用后自己还会受伤的招式。但既然受伤，那为什么还要使用呢？那当然就是因为它们威力大了。所以在一定情况下，训练师还是会选择使用这些招式的。一、飞踢，威力100的格斗系招式，如果没有击中对方，自己会损失1/2的 HP 值。这个技能在第20代到第50代之间，效果和威力都在不停的改动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。2、猛撞，威力90的一般系物攻技能，使用者承受造成目标伤害的1/4伤害。小智盾甲会这一招，动画中的表现就是一个高级版的撞击，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反伤的效果。正宗铁雅尼就会这招，反正3代铁雅尼就这么个技能，相当好记。3、舍身冲撞，舍身冲撞威力120，使用者承受对目标造成伤害的1/3伤害。动画中小次郎的风铃铃、原制的甲壳农等爆梦都会这一招。无力吐槽动画制作组这么喜欢硬撞吗？4、地狱翻滚，威力80的格斗系武功，反伤1/4。动画中阿瑟豪利会这一招，不过被小智月桂叶过解了。5、飞机贴，威力130的格斗系大招，如果没命中就会掉血，不管是威力还是被动效果都比飞踢要强，这招在对战中相当重要。传海兔、火焰鸡、恰雷姆都依靠这个技能输出，不过因为命中率堪忧，也被玩家叫做自杀贴。动画中小智摔跤印、滑溜小子都会这招，小智显然也是个飞球，这2个加了飞机贴，经常踢空，然后白白反伤。6、挣扎，这是宝可梦在技能 PP 值用完之后使用的特殊招式，威力50，没有属性，时候自己会掉1/4的 HP 值，这招在灰指大赛中非常常见。7、福特攻击，威力120的电系武功，反伤1/3，还有10%的概率让对方麻痹，皮卡丘一族的专属技能。动画中许多皮卡丘和雷丘都会这招，小智皮卡丘甚至用这招击败过雷吉艾斯和拉蒂亚斯，可惜 BW 这招被替换成没啥用的电球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8、闪焰冲锋，威力120的火系武功，反伤1/3，有10%的概率让对方烧伤，这招是火系武功，相当多的火系宝梦依靠这招打出成吨的伤害，比如 X 喷、风速狗、阿罗拉、嘎啦嘎等等。动画中小智烈焰也会这一招，不过他居然在联盟赛的时候使用这招清除场上的毒泥，这在游戏中是办不到的。9、有鸟猛攻，威力120的飞行系武功技能，反伤1/3，能学这招宝梦除了叉子斧之外全是鸟类，是非常强的飞行系武功。快龙、暴飞龙、化石翼龙等宝梦表示馋哭了。10、木锤，威力120的草系武功，反伤1/3，威力巨大的草系武功招式。动画中卡普嬷嬷举起一个大树挥舞，疑似是在使用木锤。11、双刃头锤，威力150的岩石系招式，反伤1/2，这招更牛逼，威力比其他反伤招式还要高，基本上打出去对方就是有抗性，不死也要残。战锤龙的成名技能，动画中朴泰战锤龙会这招，这个技能直接把小智宝可梦撞得七荤八素的。12、疯狂福特，威力90的电系武功，反伤1/4，成人版的福特攻击。电系蜈蚣手拉垮原因之一就是电系蜈蚣没有好用的招式，只能用这招凑合。在轮奇猫等宝梦联合反抗下，GF仍然不愿意把福特攻击下放。13、爆炸头突击，威力120的一般系蜈蚣，反伤1/4，爆炸头水流的专属技能。动画中阿黛克的王牌被魔改成了爆炸头水流，游戏中是火神虫。14、破灭之光，威力140的妖精系特攻，反伤1/2，AZ 花叶地的专属招式。但是 AZ 花叶地是 XY 剧情中的宝梦，至今无法获得，这个招式也成为一个至今无法合成使用的招式。15、金爆大头，威力150的火系招式，这招使用后使用者一定会掉一半的血，在不回复血量的情况下，这招最多使用2次，然后就会失去作战能力。这招是究极异兽空投小丑的专属，利用这招小丑能打出巨额的伤害，动画中则完全没有杀伤力，让小智等人看一场烟花秀。16、铁蹄光线，威力140的钢系特工招式，也是使用2次就会失去作战能力。动画中奇巴纳铝钢龙会这一招，搞笑是之前奇巴纳和丹迪对战处于上风，因为巨大反伤导致铝钢龙 HP 值下降，反而被超级巨喷火龙击败。旅途编剧也可能真的是没有玩过啥游戏，钢系招式会对喷火龙有啥效果啊？以上就是所有的反伤招式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